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手工变绳。本期视频介绍一下13种绳子对接的方法。学会这些方法，对于我们生活中它有很多的好处。接下来跟着我一起做一下，慢动作大家都可以学会。首先来看第一种，平结。白色绳子这样子折过来，黄色的绳子从底下穿过去，绳头再穿回白色绳子的圈中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就是平结的正确做法。它的两个绳头在同一边，收紧之后非常的牢固，大家千万不能做错掉了。有些人他说平结不牢固，那是因为你方法错掉了。我接下来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很多人错误的做法。白色绳子也是这样子折过来，黄色的绳子也是从底下穿过来，它是从前面绕到后面再穿回圈中，这样子是一个错误的方法。它绳头没有在同一边，这样子它的效果就不是很好，一拉就散掉了。所以说大家平结一定要做正确。再来看第二种，这种方法呀是在我们生活中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，但是有些人他不会用。两个绳子交叉一段之后，这样子形成一个圈，我们把黄色绳子从后面穿到前面，红色这个绳子它就相反，从前面穿到后面。大家应该可以看懂吧？在我们慢慢收紧，这个绳结就做好了。这种连接方法非常的牢固，绳结做出来也是相对来说很美观的一种绳结，牢固性也是非常好的。再来看第三种，绳子交叉，白色的绳子压住黄色的绳子，缠绕一圈，黄色的绳子也缠绕一圈。我们把黄色绳头穿过这个白色绳子与黄色绳子交叉的地方，稍微给它拉紧一下。好，白色绳头也要穿过这个白色绳子这个地方，我们从后面穿到前面来。这样子我们再收紧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牢固，相互交叉，这是一个平行结，牢固性非常棒。再来看第四种，第四种的做法也是相对来说很简单的一种方法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单结，两边都是同样的做法。这种方法称为伸缩结、愚人结，有些可以绕两圈也是一样的，这样子拉紧非常的牢固。有些鱼线也是这样子接的。再来看第五种，绳子这样子形成一个圈，这跟蓝色的绳子也是同样的形成一个圈，但是这里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蓝色绳子绳头在上面，跟绿色绳子绳头在下面。我们把蓝色绳子这样套起来，本期视频就做得非常慢，大家都可以看懂，不像很多一些什么做东西的话，它是非常快的。我求慢，让大家都可以学会。再来看第六种，第六种我是用这种细的玉线来做，两根绳子重合起来，做一个单结，拉紧。这种方法我估计是很多人最常用的方法，因为不会其他绳结就会这样子做，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做，它牢固性不是很好。再来看第七种，红色绳子这样子形成一个圈，
黄色绳子压过红色绳子，把黄色绳子挑起来，穿过来。看一下，其实这个绳结是一个金钱结，金钱结一般用于编手链，非常好看的，但是用于绳头对接，它也是非常牢固的方法。所以说绳结在我们生活中除了好看，它也是很实用的哦。再来看第8种，两根绳头这样子交叉起来，白色绳子绕2圈，再给它交叉起来，这样是黄色绳子在白色绳子上面给它绕2圈。我们再给它收紧一下，这其实是一个外壳结，一般用于手术中缝线的话非常实用的。这个外壳结非常美观，效果牢固，一般有时候家里面用绳子捆一些被子的话，这个结是非常牢固的。第9种，这里我是用细线来做的，这根彩色线给它绕1圈，这根金色线绕2圈3圈都行，反正绕的圈数更多更牢固。好，再重合起来，这根金色的线再穿过圈中，这种做法就适合一些细线的连接技巧。这种方法用于细线连接非常的牢固，所以说本视频又教粗线连接和细线连接的方法，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。第10种方法，黄色绳子形成一个圈，红色绳子从底下穿过圈中，也形成了一个圈，是这样子形成了2个圈，像2个9一样。把2个圈交叉的地方给它拉出来，把2个绳头穿过这个圈中，我们收紧。好，这个绳结就做好了，它非常的牢固。看一下是不是像一个字母的 K，这种方法也是一种绳结对切很牢固的方法。11种，这次我用了很粗的绳子来做这个绳结，把这2个圈重合起来，蓝色绳子穿过圈中，这根绿色的绳子也穿过蓝色绳子这个圈中，拉紧，是不是这个绳结很简单很牢固，用于粗绳连接都是非常好的。第12种，绳子也是这样子，先交叉起来，黄色绳子绕到后面形成一个圈，红色绳子穿过黄色绳子的圈中，在我们收紧就好了。这是一个直线结，在纺织厂工作过的人很多人都会打花，他们打熟练了之后也非常的快。第13种，这是最后一种绳结，黄色绳子形成一个圈，红色绳子从上穿过圈中，再穿回来，只要收紧就可以了。这个绳结它的结型非常的小，但是它非常的牢固。好了，这就是13种绳子对接的方法。
动作非常慢，大家都可以学会。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人。